相信經常關注真實案件的朋友一定都聽說過安博警報。我們頻道之前的很多視頻也都有提到過啊，但警報背後那個叫做安博的小女孩的故事，可能比你想象的還要沉重。今天我們就來说说這起美國歷史上最令人揪心的案子，看看那個改變了美國司法體系的小女孩，以及她留給這個世界的那一聲回響。1986年11月25日，安博·海格曼出生在德克薩斯州的阿灵頓市。他的母親唐納·威廉姆斯當時只有18歲，而父親理查德·海格曼已經34歲，兩人有整整16歲的年齡差距。4年後，唐納又生下了兒子瑞奇。從外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家庭從一開始就籠罩着不祥的陰影。據稱，理查德長期酗酒，而且有暴力傾向。鄰居們曾多次因目睹他毆打妻女而報警，警察也成了這個家庭的常客。有一次，警察告訴唐納，如果他們再被叫來一次，安博和瑞奇就會被帶走，交由兒童保護機構監管。這無疑是唐納最害怕的事情。於是他做出了一個艱難但必要的決定，帶着2個孩子離開理查德。但離開的代價是沉重的。唐納和孩子們先是在汽車裡住了2天，隨後又搬進了一家庇護所。庇護所的工作人員幫助他找到了一間公寓，並協助他申請了社會福利。唐納偶爾還會和理查德聯繫，但他並沒有復合的打算。1995年8月，一家本地媒體機構計劃制作一部關於依靠福利生活的單親母親的紀錄片，但他們找不到願意參與的對象。最終他們找到了唐納，他也同意出鏡。攝製組開始跟拍唐納和他的2個孩子在公寓裡的生活。同年11月25日，他們記錄下了安博的9歲生日慶祝場景，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安博度過的最後一個生日。1996年1月13日，這天是個星期六，雖然還是冬天，但阿靈頓市的天氣並不寒冷。下午3點左右，唐納帶着安博和瑞奇來到他父母家做客。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周末家庭聚會。2個孩子說想出去騎會兒自行車。在此之前，他們經常會在外祖父母家附近騎車，這已經是一種慣例和習慣了，所以大人們也沒有理由拒絕。他們唯一的要求是不准離開社區的範圍。下午3點10分，安博和瑞奇騎着各自的自行車出發了，但是孩子們並沒有遵守規則。他們騎車離開了社區，來到了大約300米外的一處廢棄停車場。那裡有一個裝卸區專用坡道，騎車上去再衝下來，對孩子們來說是一種刺激的遊戲。玩了一會兒後，5歲的瑞奇開始感到不安。他知道他們違反了規矩，這個停車場不在允許的範圍內，於是他告訴姐姐他們應該回去了。安博也同意了，他讓弟弟先走，說自己馬上跟上。於是瑞奇騎着自行車開始往回走，但安博卻再也沒能回家。下午3點20分左右，退休機械師吉米·基瓦爾親眼目睹了綁架發生的那一刻。根據他的描述，一名男子駕駛一輛黑色皮卡車停在停車場，那名男子跳下車抓住了安博。女孩尖叫着拼命用腳踢打綁匪，但她畢竟只是一個9歲的孩子，她的反抗對於綁匪而言毫無作用。男子将她塞進車裡，駕車朝市區方向揚長而去，整個過程用時可能都不超過1分鐘。基瓦爾立即向警方報案，並提供了他能記住的所有細節。綁匪是白人或西班牙裔，身高約1.8米左右，中等身材，棕色或黑色頭髮。皮卡車是一輛全尺寸的短軸車型，像是上世紀80、90年代生產的。車子的駕駛室是單排座椅，後窗是一整塊玻璃，不是那種可滑動的。車身全黑，沒有任何損壞痕跡，也沒有鍍鉻或銀色裝飾件。這可以說是一份相當詳細的描述。但問題在於，在德克薩斯州，黑色皮卡車可以說是遍地都是。警方立即展開搜索，但沒有任何收穫。安博失蹤後的幾個小時裡，阿灵頓警方動員了所有可用的資源。他们首先排除了最可能的嫌疑人，孩子的父親理查德·海格曼。在綁架發生的時間段內，理查德被另一處地點的監控攝像頭拍到，他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警方隨後將注意力轉向了一個名叫麥克·湯普森的男子，他是理查德的朋友。在事發後，他頻繁出現在媒體面前，似乎過於熱衷於介入這起事件。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一輛黑色皮卡車。然而，麥克同樣擁有完美的不在场證明，在安博被綁架的時間，他正駕駛着自己的皮卡車在幾英里外進行配送工作。更何況，目擊者明確表示，綁匪是強行將安博拖進車裡的。而麥克認識安博，如果他想綁架這個女孩，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他完全可以用某種借口誘騙她上車。於是，麥克的嫌疑也被排除了，調查陷入了僵局。警方試圖追查該地區所有符合描述的黑色皮卡車車主，但這項工作如同大海撈針。1996年的時候，阿灵頓市人口約為30萬，擁有黑色皮卡的人數更是難以統計。當時有一條線索曾一度讓調查人員看到了希望，在綁架地點附近有一家自助洗衣店，雖然洗衣店的窗戶朝向無法讓店裡的人直接看到綁架現場，
但有人注意到，就在綁架发生前不久，一輛与目擊者描述相符的黑色皮卡車曾停在洗衣店外面。警方急于找到当时在洗衣店內的目擊者進行問詢，但問題是這些人大多都是非法移民。當他們得知附近發生了綁架案後，便立即逃離了現場。儘管警方後來承諾不會追究他們的移民身份或將其驅逐出境，但這些潛在證人仍然拒絕提供任何幫助。最終，恐懼戰勝了正義，這條線索就此斷裂。1996年1月17日，安柏失蹤的第4天，一名在阿靈頓市郊外遛狗的男子在一條小溪中發現了一具兒童屍體，那裡距離安柏被綁架的地點相距僅為5公里左右。法醫檢查後確認，死者正是安柏·海格曼，他的死因是被人用鋒利的刀具割開了喉嚨。然而，屍檢結果中還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法醫沒有發現性侵的證據，這與許多陌生人綁架兒童的案件有所不同。其次，安柏的身上沒有防禦性傷口，這意味着他在被殺害時要麼無力反抗，要麼已經被制服到完全無法動彈的程度。第三，屍體上没有發現明顯的束縛痕跡，比如繩索或膠帶造成的勒痕。根據對屍體分解程度和其他生理指標的分析，警方推斷安柏大約在1月15日被殺害，也就是被綁架的2天後。這就意味着在被綁架最初的48小時裡，安柏還活着。考慮到他被綁架的地方和發現遺體的地點相距很近，他很可能就被囚禁在阿靈頓市內或周邊不遠處。48小時，如果警方能更快一步找到線索，結局會不會不一樣？這個問題折磨着所有參與調查的人員，也折磨着安柏的家人。發現屍體的遛狗男子在被仔細調查後排除了嫌疑，兇手仍在逍遙法外。調查繼續進行，專案組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在這時，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傳來，有一名女子主動聯繫警方，聲稱自己目睹了整個綁架過程。不僅如此，她還記下了那輛黑色皮卡車的部分車牌號碼。警方根據這條信息鎖定了一名男子，並對其進行了審訊，還搜查了他的住所。然而他們沒有找到任何能將此人與安柏聯繫起來的證據。隨後調查人員開始對這位女證人產生懷疑，她的陳述中存在一些難以解釋的矛盾和漏洞。在進一步詢問後，這名女子終於承認，她撒了謊，她從未目睹過綁架，那個車牌號碼也是編造的。當被問到為什麼要這樣做時，這名女子解釋說，她對唐娜的遭遇感到同情，因此想要給這位絕望的母親一些希望。在她看來，她是在幫忙，是在做一件好事。然而，這個謊言不僅浪費了警方寶貴的時間和資源，還讓調查人員在錯誤的方向上徒勞奔波。更重要的是，她給安柏的家人帶來了虛假的希望，然後又將這希望殘忍地擊碎。當局最終決定不對這名女子提起訴訟，也許是因為她的動機並非惡意，也許是因為在這起悲劇中已經有太多的痛苦，不需要再增添更多的仇恨。但這個插曲也說明，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虛假信息造成的危害，有時候甚至可能比沒有信息更加嚴重。1997年夏天，在花費了超過100萬美元的調查經費後，專門為安柏·海格曼案所成立的專案組正式解散。案件沒能偵破，兇手的身份至今仍是個謎。安柏的母親唐娜後來再婚，試圖在悲劇的廢墟上重建自己的生活。安柏的父親理查德於2007年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酗酒的問題始終伴隨着他。那輛黑色皮卡車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那個綁架安柏的男人也徹底消失在了德克薩斯州廣袤的土地上。警方從未公開全部的案件信息，有跡象表明他們可能從安柏的遺體上提取到了一些 DNA 樣本。近年來，警方多次表示對新型 DNA 檢測技術感興趣，這或許說明警方面對着冷案調查中常見的一種困境，他們手頭的遺傳物質數量有限，必須謹慎使用。如果現在就用掉這些樣本進行檢測，那麼將來當更先進的技術出現時，可能就沒有可供分析的材料了。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賭博，也許某一天技術的進步能夠讓這些沉睡的證據開口說話，也許那一天永遠也不會到來。安柏·海格曼案雖然未能破獲，但它的影響卻遠遠超出了阿靈頓市的邊界。這起案件引發了公眾對兒童綁架問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人們開始反思，當一個孩子失蹤時，現有的應急響應系統是否足夠迅速，是否有更好的方式來向公眾傳遞緊急信息。1996年，就在安柏案發生後不久，達拉斯沃斯堡地區的廣播電台和當地執法機構聯合開發了一種新的警報系統。當有兒童被綁架且符合特定條件時，警報會通過廣播立即向公眾發布包括嫌疑人和嫌疑車輛的描述等關鍵信息。這個系統被命名為 Amber Alert， 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安柏警報。其中 Amber 一詞既取自安柏·海格曼的名字，同時也是美國失蹤人口廣播緊急響應的縮寫。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簽署了保護法案，確立了安柏警報系統在全美範圍內統一實施。
從那以後，每當發生符合条件的兒童綁架案件時，美國民眾會在手機上收到緊急警報推送，高速公路上的電子顯示屏會顯示嫌疑車輛信息，廣播和電視節目會被打斷以播報最新消息。這個系統後來被其他國家效仿，成為全球範圍內兒童保護領域的一個標誌性舉措。政府聲稱，安博警報系統已經幫助挽救了超過1000名被綁架兒童的生命。2019年5月18日，在距安博被綁架的地點僅24公里的地方，一位居民家門前的攝像頭拍下了一個名叫薩姆·薩巴卡的女孩在大街上被人從她母親懷裡搶走的畫面。鄰居立即報警，警方從鄰居提供的視頻裡確認了車輛的品牌和型號，警方立即展開了搜捕行動，多個部門協同配合。晚上7點左右，警方找到了另外一個監控攝像頭，拍下了汽車離開時更清晰的影像。不久後，安博警報立即拉響，大量普通民众參與到了搜索之中。其中一位名叫傑夫金的牧師在城裡四處尋找嫌疑車輛，結果真的讓他在一家旅館的停車場裡找到了這輛車。他立即選擇報警，警方也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凌晨2點22分，警方確認了嫌疑人所在的房間後，便展開了抓捕行動。Open the door! Open it! Door! Open it now! Open it! Hands! Let me see your hands! Step out here! Step out! Step out! You? Chill. One bed. One bed, man. Hey, that's it. Got her. We got her. We got her. We got her. Yes. Hey, buddy. We need an EMT. Get a home med star. Yes. No, don't worry about your clothes. Don't worry about your clothes. We got a towel? We got a towel? Can we cover her up? Yeah. With something? Here you go, baby. Can we get her out? Yeah. Let's go. Come on, sweetheart. You're okay? You're safe. We got you. You're gonna be okay. I'm here to report that Salem has been found safe. 萨姆·萨巴卡只是众多从安博警報中受益的孩子中的一位，儘管殺害安博的兇手至今仍未被抓到，但對母親唐娜和弟弟瑞奇而言，安博警報的每一次拉響都仿佛是安博留下的一筆遺產。安博的遺志也隨着那些被拯救的孩子延續了下來。The Amber Alert, I'm very, very proud of it because it is saving our children's lives. It's helped bringing our children back to mommy and daddy. Another legacy from my daughter that she didn't die in vain. She is still taking care of our little children as she did when she was here. And I'm very, very proud of my daughter.